当地时间周一，自俄方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首场俄乌谈判举行。这轮谈判谈论了所有议程，是双方首次摸底。双方代表团接下来回国进行研判，并商定下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周二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时间周二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库列巴介绍了谈判相关情况，表示进展虽然不顺，但乌方保持冷静。他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俄乌局势现阶段在谈判桌上和桌下还有哪些博弈？来看分析。中方多次就乌克兰问题阐明立场，希望双方对话谈判，寻求照顾双方合理安全关切，实现欧洲共同安全，有利于欧洲长治久安的政治解决之道。值得关注的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二应约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我们注意到双方商定近期将举行新一轮谈判，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对话谈判。中方一直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欢迎俄乌双方启动和平谈判。据俄通社、塔斯社消息，周一的谈判持续了大约5个小时，之后双方做了简短通报，透露双方详细讨论了所有议程，双方均表示将各自返回国内进行磋商，为下一轮谈判做准备。对于周一当天的首轮谈判，俄罗斯代表团团长表示，双方在谈判中找到了未来可能达成共识的要点。俄代表团成员、国家杜马国际委员会主席列奥尼德·斯卢茨基则表示，双方能够举行会谈，并在谈判桌上互相倾听，就是当天的主要成果。尤其是乌克兰方面听到了俄罗斯要求其承认对克里米亚的主权，而俄方也听到了乌方要求立即停火和撤兵的要求。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在谈判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第一轮会谈主要目的就是讨论在乌克兰境内停火以及停止军事行为的问题。双方就部分优先问题明确了解决方案，双方一致同意近期举行下一轮会谈，以便这些方案可以最终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直接说，目前没有取得预期想达到的结果。外界注意到，在此次谈判开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事宜，并签署相关申请的程序性文件。上周六，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也强调，对乌克兰最好的支持就是接纳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周日，欧盟方面回应称，乐见乌克兰加入。观察指出，事实上，泽连斯基上台后改变以往乌方寻求加入欧盟的诉求，转而以加入北约为主要目标。在战争的压力下，乌方或想回调政策。对于乌克兰方面表示希望以全新的特别程序快速加入欧盟的想法，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则谨慎地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并非几个月就能完成，欧盟可能会在3月份的非正式峰会上讨论乌克兰加入的可能性，但德国之声电台认为，欧盟方面或有意在此之前降低乌克兰火线入盟的期待值。实际上，乌克兰长年以来，他是非常乐意、非常愿意、积极的去加入欧盟。由于欧盟大部分都是由一些富裕的国家组成，很多国家认为乌克兰现在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所以对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事情上，他们也是顾虑重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欧盟的一些主要国家，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他想给乌克兰特别是对泽连斯基打上一些强心剂，用各种办法。让泽连斯基在当前情况下给俄罗斯制造更多的麻烦，给俄罗斯制造更多的消耗。俄乌分歧巨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提出乌克兰冲突的调解的3个条件，要求无条件考虑俄在安全领域合法利益，包括承认俄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完成乌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等任务，并确保乌克兰中立地位。而乌克兰方面强调，核心问题是立即实现停火和俄军撤离乌克兰。乌总统办公室顾问阿雷斯托维奇还强调，乌方所说的撤军是指俄军全部撤出，包括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几乎已经包围了首都基辅，有兵临城下的这种形势。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呢，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让俄国撤军，那他确实是非常希望得到的。
起码可以解当前的燃眉之急。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虽然从形势上这个占据这个有利形势，但是想取得普京所说的3个目标，他们仍然要付出很多的付出。我们知道乌克兰军队的抵抗得到了这个外国顾问的这种强有力的支持。我认为这3个条件如果都具备、都能达到的话，那么说俄罗斯撤军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新华社认为，此次谈判能够实现非常不易。谈判结束后，双方的表态也相对克制与平和。同时，也应看到，即便俄乌都有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但鉴于双方当前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分歧巨大，危机化解之路将漫长而艰难。俄乌谈判消息人士沃斯克列先斯基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轮谈判有望于周3改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地区举行。这场自俄方上周4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首场谈判备受外界关注。据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消息，俄方代表团成员来自外交部、国防部、总统办公厅等部门。代表团团长为俄总统助理梅金斯基，他是俄罗斯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学者，被美国福布斯杂志称为掌管普京的意识形态的人。据知名公众号玉渊谈天透露，周一的谈判原定中午12点开始，但推迟了近2个小时，原因是乌克兰代表团为确保安全，绕道波兰入境，乘直升机抵达。俄方代表团团长表示，他一夜没睡。乌方公布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乌克兰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在俄方军事行动之前1周，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乌克兰议会作证时表示，乌国防部评估了所有情况后认为安全局势大规模升级的可能性为低，外界认为他严重误判形势。在谈判地点上，俄乌也进行了多番博弈，直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斡旋后，乌方才宣布谈判地点是位于普里皮亚季河附近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出于安全考虑，谈判的具体地点没有对外公布。代号为渔夫的小屋，总台记者证实，距离白乌边境亚历山德洛夫卡边检站不远，是一栋淡绿色的度假别墅。俄乌的这次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进行了3次变脸。第一次，在泽连斯基宣布与俄罗斯断交的情况下，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公开表示愿意谈。第2次变脸，当俄罗斯同意谈判的时候呢，当时普京提出的价码是缴械投降再谈，所以他就不愿谈了。第3次变脸就是在于这个谈判地点的商议。一开始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后来呢又改成了这个白俄罗斯这个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他还不同意。但是呢，泽连斯基提出了到波兰谈到这个伊斯坦布尔谈甚至还想到美国谈，这就有点天方夜谭了。但是最终这个谈判还是如期进行了。